孽神长老，那位曾令无数人心生敬畏的丹神塔10大神长老之一，在这场拯救5大神阁危机的战斗中，竟是要面临着死亡的代价。他此刻如同风中残烛，岌岌可危，脸色在这一刻变得异常苍白。他深知自己已经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对方的道法掌印比起自己的道法更强大，在刚刚齐副盟主的掌印轰击在黑洞上面时，那股道法能量波如同潮水般的涌入其中，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彻底的吞没。孽神长老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舍，不舍的是他那个爱徒雪儿。雪儿从小他就非常的疼爱，本想着会一直疼爱下去，结果却已经事与愿违了。但是他没有后悔，今日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值得。这一次，即便是他多年修炼的天地道法，也无法再保护他了。他的半道心逐渐的被对方的道法冲击，出现了裂纹，随时都要爆裂。一旦半道心彻底的破碎，那么孽神长老就会彻底的陨落，无法再复活。在这能量的冲击下，他的身影在那中间渐行渐远，仿佛下一刻就会消散在这无尽的虚空中。他的面容写满了决绝，但眼中却有着不屈的光芒，即便是面对死亡，也不愿轻易的放弃最后的抵抗之力，直至他的生命燃烧殆尽为止。而反观萧炎这边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火海在他的操控下，原本是一片狂暴而炽热的毁灭火海，但现在却随着空间巨浪的压缩而变得越来越小。萧炎的眉头紧锁，每一次空间的震荡都像是对他神体的残酷折磨，骨与肉的痛苦交织，让他不得不强行忍耐。他的神体再怎么强悍，在这股神界天位的巅峰力量的挤压下，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再也抑制不住，痛苦的表情清晰地印在他年轻的面庞上。终于，在一声接着一声凄厉的骨骼碎裂声中，萧炎吐出了一口鲜血，那血滴在了他的手背上，感受到了血液的温度。但下一刻，萧炎的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看来9重天位神的力量，就算是开启焚神3火，也是他无法抗衡的存在。在他意识模糊，双眼微微闭上的时候，一道声音突然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那是坚定而又充满关切的呼唤：萧炎，萧炎，你不能死。声音中透露出的是对他的万分担心与着急。萧炎自然也是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但是空间的压缩已经让他的意识进入到了极其微弱的状态下，那呼唤他的声音也逐渐的变小，直至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一旁的吴雪不断大声的呼唤着萧炎的名字，可是就算喊破了喉咙，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吴雪看着萧炎那张平静的脸，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慌，仿佛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而吴雪的心却如同被无形的手紧紧揪住，痛得无法呼吸。她的心中充满了自责，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顺着白皙的脸颊无声的滑落，滴落在萧炎的脸颊上。而那脸颊上的泪水又一次滑落，一滴滴落在地面上，溅起一片片尘埃。此时，另一处8位副盟主的身影如同幽灵般悬浮在5大神阁之主的头顶，他们的气息强大而霸道，仿佛能将周围的空间都压缩成一团。虚空涅槃珠碎片，他们神奇联盟势在必得，任何人都阻止不了。把虚空涅槃珠碎片交出来。这声音如同来自9幽深渊，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正是9大副盟主中仅次于齐副盟主的秦墨。秦副盟主，交出来吧，何必自寻死路？又一位副盟主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开口，而他也是9大副盟主实力前3的存在，艾家艾副盟主。他身材高大，肌肉结实，狰狞的面容，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肩上，身上的黑色龙袍散发着森寒的气息，一股霸气逼人的气场笼罩全身。5大神阁之主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虚空涅槃珠碎片是孽神长老他们舍身都要守护住的东西，绝不能落入他们之手。他们紧握着那枚闪耀着淡淡光芒的虚空涅槃珠碎片，那是他们5大神阁的最珍贵的神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5大神阁之主异口同声，声音中充满了坚定与悲壮。呵，真是迂腐至极呀！既然你们已经选择，那就不要怪我们灭了你们5大神阁。话音落下，秦副盟主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气势，他的手掌如同遮天蔽日的巨石，携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猛地向5大神阁之主轰去。空间瞬间颤抖，这一掌若是落在他们的身上，恐怕连神体神魂都要被震散。面对着半道神实力的秦副盟主，5大神阁之主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机会，更不用说反抗了。那巨掌凝聚着磅礴道法之力，仿佛能撑起整个苍穹。它缓缓降临，裹挟着天地间的威压，将5大神阁之主紧紧笼罩。不仅如此，所有5大神阁之人都被这一巨掌所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所笼罩。天地间似乎失去了颜色，时间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秦副盟主那沉稳而有力的呼吸声。5大神阁之主的脸色一片死寂，他们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壮。巨掌中蕴藏的极其玄妙的道法之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迫，让5大神阁之主心中那希望之光渐渐熄灭。感受到那巨掌上散发出的毁灭气息，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无力，想呼喊，想逃离，可是身体却像是被定住了一般，
一丝一毫都动弹不得。最终，巨掌轰然落下，天地震动，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五大神阁之主的身影以及五大神阁所有的弟子都在这巨掌之下被轰击。爹，姐，不要！吴雪的呼喊充满了绝望与悲怆，声音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命运。他的武神爹爹和舞姬姐姐以及青青姐，所有五神阁以及五大神阁的众弟子天骄全部在这一巨掌之下身陨。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每一秒都显得无比漫长。当巨掌最终轰击而下，整个世界似乎都静止了，只剩下那绝望的回音在耳边回荡。吴雪闭上了眼睛，她的眼前一片黑暗，她的心沉入了无底深渊，泪水无声滑落，她的心也彻底的死了，一切都结束了。在这一刹那，所有的声音、光影、感觉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永恒的寂静。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在这里没有时间，这片永恒的寂静之中，没有任何的物质能量，仿佛是一片纯圣之地。然而，这片寂静的黑暗突然被一道耀眼的天光所打破，如同裂开夜幕的一把锋利之剑，其亮度足以让最深邃的黑暗也显得温柔。黑暗如同厚重的帷幕被悄然掀开，那道天光从裂缝中泄露出，它在这无尽的沉寂里显得无比耀眼。这道天光宛如希望的信使，穿透了阴霾，带来了生命的力量。它的能量犹如涌动的波澜，无形中弥漫着生机与活力。更奇异的是，在那天光中，竟是凭空出现了诸多小精灵。小精灵们伴随着天光的降临而起舞，它们的翅膀闪烁着圣光，像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在黑暗中穿梭，带起了一串串璀璨的流萤。它们翅膀轻灵的扇动，随着它们翅膀的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阵细小的风。这些风聚集起来，这寂静的纯圣之地似乎被激活，流转着细微的震动，而这股生机的波动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开来，形成的那一股微弱的气流。这股气流在空气中旋转蔓延，将寂静的空间唤醒。小精灵们的身影在天光的照耀下闪烁无比，它们的存在让这片寂静的世界充满了生命力。随着天光的不断扩大，开始触动纯圣之地的每一个角落，唤醒那些沉睡许久的碎片。或许是天光太过耀眼，令得吴雪睁开了眼睛。吴雪的睫毛轻颤，她的眼前是一片灿烂的光芒，仿佛是天空之门被打开，无尽的天光倾泻而下。她的视线在适应了这刺目的天光后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小精灵，它们身披彩虹般的光辉，翅膀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出点点星芒。它们的身体散发出温暖的光辉，如同微型的恒星，照亮了吴雪的新世界。这些小精灵似乎在欢迎她的到来，它们围绕着她旋转，翅膀震动，发出细微但急促的声音，仿佛在交谈，又仿佛在歌唱。吴雪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那是纯粹的喜悦和欢迎，又像是在庆祝她的觉醒。这里是吴雪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但她并不知道答案。然而这个地方似乎只属于她一个人，四周是一片未知的空间，也没有任何物质能量，只有纯净的光芒和小精灵们的存在，仿佛她与这个世界融为了一体。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却又像是一个梦幻般的泡影。小精灵们的翅膀在空中划过一道道细小的轨迹，就像在天空中绘画一般，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丽。她轻轻扬起头，只见天边的云朵被阳光染成了金红色，仿佛一幅壮丽的画卷在她眼前缓缓展开。在这如梦似幻的场景中，吴雪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舒适。她不知道自己来到什么地方，但她知道这一切都因为她体内的那束耀眼的天光有关系。吴雪试图坐起身来，却发现自己似乎漂浮在这片充满无数小精灵的世界之中。她的手指轻轻触碰到一个小精灵的翅膀，那细腻的触感让她心头一颤。小精灵似乎感受到了她的意念，它停在她的指尖，用它那透亮的身体轻轻蹭了蹭她，它的翅膀轻轻拍动，似乎在与她进行一种奇妙的交流。吴雪微笑着，感受着这份来自纯圣之地的温暖。这里是她从未涉足过的领域，一个仿佛充满了奇迹的世界。天光如瀑，倾泻而下，仿若自9天之外洒落的恩典。在这耀眼的光芒中，一道声音回荡，低沉而又威严，宛若神谕。黑暗凝聚天魂，堕落方能自由，觉醒吧，沉睡在我血液中的力量。吴雪的双眼微眯，眉头紧锁，环顾四周，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听到这句话，感到一股莫名的震撼，心跳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身处一片虚无缥缈的纯圣空间，四周除了光还是光，无边无际。他的目光顺着天光所散发出来的源头，凝视向那天光之上那模糊不清的天空之门。那门似乎是一道通往未知世界的通道，是通往一个全新未知的国度。吴雪望着那正散发着纯净的光辉，问道：你是谁？声音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却没有实体回应。你的记忆碎片一片都不剩了吗？那么我就帮你一步一步的重新集其属于你的记忆碎片吧。那声音再次响起，温柔而又坚定，像是承诺，又似是命令。瞬间，吴雪感到一阵眩晕，她的视线开始模糊，记忆的碎片如同潮水般涌来，却又瞬间消散。
他紧握双拳，努力抵抗着这股力量。他的身体开始颤抖，但他的意志坚定如初。就在这时，吴雪感到一股暖流在体内深处涌动，那是属于他自己的神秘力量，在沉睡中被呼唤，一种从未有过的强大神秘力量即将被觉醒。吴雪闭上眼睛，感受着这股神秘力量在体内流转，他的身体轻轻颤动，仿佛即将破茧而出的蝶，挣脱束缚。他知道这股力量一旦觉醒，将使他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黑暗与堕落不再是恐惧，而是通往神之上力量的道路。他闭上眼睛，感受着内心深处的力量在苏醒，准备迎接全新的自我。他的内心仿佛被触动了某个秘密的开关，一股暖流在他的血脉中流淌。他的双眼在天光的映照下闪烁着光芒，那是全新力量的觉醒，也是在重组他的记忆碎片。他将一步步揭开隐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那一道秘密。曾经吴雪的心已经死去，而现在他是全新的他。吴雪也能感觉到自己与这片纯圣之地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天光的出现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景象变化，更是命运的引导，引领他去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在这片无物质的世界里，吴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她的记忆正在重组。我是谁？我是吴雪，不对，不是，我的真正身份是什么？